美军发出警告，中国默默出手，在太空领域超越美国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据防务1号网站报道，五角大楼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首次发出警告，美国需要在太空中实现长期目标，以便能够与北京竞争，否则可能会在轨道上黯然失色，就像半个世纪前的太空竞赛一样。这份报告分量非常重，由美国的太空部队、国防创新部门、空军和空军研究实验室的官员们撰写。报告称，中国正努力在2045年之前成为世界主要的太空大国，美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，保持其对北京的优势，包括使用更多的商业技术和制定长期的国家战略目标。美国的航天工业基础目前处于上升轨道，但与中国的上升轨迹相比，就能发现差距。中国的发展趋势更陡峭，超车速度很快，正在倒逼美国采取紧急行动。美国政府缺乏一个清晰而有凝聚力的长期愿景，一个能在未来半个世纪及以后维持经济、技术、循环、社会和军事领导地位的太空大战略。美国缺乏一个清晰而有凝聚力的长期愿景。美国对中国拥有的太空战实力比较忌惮，除了中国正在开展的直接上升式反卫星能力以外，到目前为止，全球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拥有太空反卫星技术。中国还具备非常成熟的轨道卫星交会技术，也有对太空目标强大的干扰、欺骗和网络战能力。中国制定和开展了载人空间站发展项目、地球基地发展项目、火星探测项目、大型航天发电站项目，甚至把开发地月间的经济当成国家战略。这些美国专家认为，中国似乎有望在2045年或更早之前超过美国，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太空大国，除非美国现在采取积极措施来维持其领导地位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的太空计划每到4年就会发生变化，这种频繁的计划更改使美国缺乏具有吸引力的发展愿景，而这种愿景在规模和时间表上必须与中国一样清晰和雄心勃勃，并且更加包容商业和民用企业，并且在国家安全层面上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的航天活动。他们指出，这一愿景应该以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为中心。可以这么讲，美国多个部门发表的这个建议，与中国公布的地月空间开发战略几乎完全一样。但是，美国因为两党政治，该愿景几乎不可能落实。美国国防创新部门的主任迈克尔·布朗称，如果我们不增加投资，中国可能会在太空优势上超过美国。美国的航天科技曾经在全球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，现在呢依然有很大优势。但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这几年一直都在原地踏步，其最具创新能力的反而是一些商业的太空公司，比如马斯克的航天探索技术公司。这些商业公司从本质上看是要逐利的，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远远不够，而且持续投入要经得起市场检验，这非常难。所以美国现在的太空科研仍然是一种吃老本的表现，这与中国稳步发展的情况完全不同。中国发展航天科技的做法有一点呢，让美国人非常想学到手，那就是把航天科技的研发投入与经济发展联合起来，从而形成鸡生蛋，蛋生鸡，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。总体来看，美国发展太空科技的本质是为了获得军事优势，这也是美国限制与中国进行航天合作的真正原因。而中国发展航天科技是为了发展经济，造福民众，再加上中国的制度优势，相信未来引领人类走向星际文明的不是美国，而很可能是中国。
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